宁遇豺狼，不遇山魈这句话你听说过吗？你见过世界上长相最恐怖的猴子吗？你知道猴子的战斗力究竟有多强悍吗？猴子在我们人类的印象里都是调皮的、讨厌的，很少人会关注它们的危险程度，普遍都认为它们对我们构不成什么威胁。但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种不同种类的猴子，它们长相凶残，攻击性极强，其中有一些物种非常稀缺，多数人这一辈子可能都不能够亲眼看到它们的真实样貌。今天黑兔找出了世界上看上去最可怕的10种猴子，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地球上最大最凶残的猴子。大家好，我是黑兔，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兔个霸气鼓励，谢谢。位列第10位的就是狮尾狒，这是一种仅生活在埃塞俄比亚高原中部峡谷的一种大型猴子。狮尾狒的体长可达70厘米以上，体重可达40斤。它们生活在海拔1800到4400米的高度，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爬到高达上百米的悬崖边上，利用悬崖睡觉。这种猴子的尾巴末端有一撮毛，看上去酷似狮子的尾巴，于是人们就给它起名狮尾狒。这种猴子为骤行性，群居性很强，通常一个猴群是由一头成年公猴跟好几头母猴组成，一小群大概在20只左右。在猴群中，雄性狮尾狒经常会将整个上唇翻起，盖住鼻子，露出凶猛的犬齿，用来镇压猴群中的雌性猴子。雄性猴子通常都是连追带赶的轰着母猴子赶路，在猴群中最强的雄性狮尾狒就是猴王，而其他的猴子可能就是他的奴隶。如果一只外来的雄性想要加入猴群，那就必须要与猴群中的公猴决斗，如果战胜公猴，就可以占有他所拥有的母猴子。这种猴子在埃塞俄比亚的西米恩国家公园被当地的农民视为害虫，因为这种猴子经常会糟蹋农作物，让农民损失惨重。好，排名第9，草原狒狒。草原狒狒的另一个名字叫做黄狒狒，这种狒狒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一身棕黄色的皮毛跟一个紫黑色的脸颊。草原狒狒的头体长度可达 1.2 米，尾巴长度可达60厘米，体重在50斤左右。这种狒狒的体型较大，在灵长类动物中仅次于猩猩属，它们通常都栖息在热带雨林、稀疏草原和高原山地。草原狒狒的地位等级非常严厉，在猴群中，每一只猴子的地位都是由它的能力、魅力、大小、强弱、性别、年龄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各项综合指数高的猴子就会拥有更多更好的资源分配，而那些比较次的猴子就只能在猴群中俯首听命。在草原狒狒的群体中，最强的一头可以成为猴群的首领，首领可以对整个猴群发号施令，优先取食，拥有随意占领其他母猴子的权利，并且猴群成员在与首领碰面时要对其表现出顺从的样子，表示对首领的尊敬，如果没有照做就会遭到严厉的惩罚。对比上面咱们提到的狮尾狒，很明显草原狒狒要更高端一些。对了，还有就是草原狒狒的性情粗野，经常会打群架，时不时的会遭到其他猴群的攻击。面对来犯者，猴群中的首领往往一马当先，带领成员冲在最前端，先向对面投掷石块，然后冲上去，利用尖锐的犬齿近身撕咬，特别凶猛。好，排名第8，尼泊尔灰叶猴。这种猴子分布在喜马拉雅山脉，也叫喜马拉雅灰叶猴。它们体型纤细，体长可达60厘米，体重20斤以上，体型不大，但是尾巴格外的长，通常都在1米以上。尼泊尔灰叶猴最突出的就是它的跳跃能力，它的四肢很长，纵身鱼跃可达8米以上，并且它还能从12米高的树上轻松地跳到地面，轻功非常的好。别看它们脸黑，这家伙属于一种非常注重形象的猴子，它们每天都需要花上5个小时的时间来相互梳理毛发，以达到最佳的状态。尼泊尔灰叶猴与多数猴子一样，公猴也拥有自己的妻妾群。不过与其他猴群不同的是，尼泊尔灰叶猴有时候也会出现清一色的公猴组成的猴群，也就是光棍群，有的则是两性组成的猴群。如果单身的公猴想要进入两性猴群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两性猴群中的公猴会驱赶外来的公猴。对了，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清一色的雄性猴群通常都比较和睦，争斗很少，但是两性猴群里的首领经常会调换，欺凌孱弱，作威作福，比较混乱。好，排名第7，藏猕猴。藏猕猴是最大的猕猴物种，也是亚洲发现的最大的猴子之一。它们的体长可达71厘米，最大体重记录为60斤。藏猕猴也就是猕猴的西藏亚种，它们分布于我们国家的云南西北部和西藏东南部，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也有发现。与藏猕猴非常接近的还有一种叫藏球猴，这两个物种都属于猕猴属，但是两者是不一样的。藏球猴就是我们国家峨眉山与黄山上的猴子，这种猴子不惧怕人类，但是通常比较调皮，而藏猕猴只分布在西藏跟云南西北部。区分两者最简单的就是看尾巴，
尾巴长的就是藏猕猴，尾巴短的就是藏球猴。峨眉山的猴子尾巴通常都不会超过10厘米，其实很容易分辨，你就记住峨眉山的猴子尾巴短，西藏的猴子尾巴长就行了。两者栖息环境不同，当然性情也大不一样。藏猕猴的情绪变化多端，喜怒哀乐很明显，在他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拿起石头砸人。如果在野外遇到一群情绪暴躁的藏猕猴，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好，排名第6，长鼻猴。它是亚洲本土最大的猴种之一，长鼻猴的体长可达76厘米，已知最大体重为60斤。它是东南亚婆罗洲岛的特有物种，主要栖息在红树林和岛上的沿海地区。长鼻猴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那个大鼻子。雄性长鼻猴的鼻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得越来越大，最终长度可以长到7到8厘米。它可以利用大鼻子发出更大的声音，通常都是用来向猴群传达危险信号。长鼻猴的肚子很大，它拥有4个胃，确切点说应该是有4个胃囊。它的胃可以对食物进行反刍，也就相当于可以储存食物。它们可以将吃进胃里的食物储存成半消化状态，经过一段时间，如果饿了，还可以将胃里没有消化的食物反刍回到嘴里，再次咀嚼，也就是重新嚼一嚼再咽下去。听上去可能有些恶心，但是这种功能并不是谁想拥有就拥有的。正是因为长鼻猴拥有这样一种特殊的胃部构造，才使得它们可以吃很多不同种类的食物，像一些含有大量纤维素的植物叶子，甚至是有毒的食物，长鼻猴都可以利用特殊的胃部将这些难消化甚至有毒的植物分解掉。最明显的优势就是不怕挨饿，其他动物可以吃的，长鼻猴也可以吃，长鼻猴可以吃的，其他动物不一定能吃，因此在食物上，长鼻猴基本上不怎么发愁。好，排名第5，阿拉伯狒狒。这种猴子是狒狒体型中最小的一种，体长75厘米，体重40斤左右。它们分布于非洲的索马里北部，是当地最出名的一种灵长类动物。阿拉伯狒狒的形态特征很明显，头部较大，眉骨高高凸起，两眼漆黑深陷，吻部较长，明明是猴子，脸部却很像犬类，所以在当地它还有一个外号叫狗头猴。好，排名第4，东非狒狒。它可能是非洲分布最广的猴子，在撒哈拉沙漠周边的南部非洲国家几乎都有分布。东非狒狒的性情非常粗野，雄性经常会为了争夺雌性狒狒而大打出手。一群狒狒个个都像是凶猛顽强的士兵，首领一旦发号施令，成员们就像是疯了一样的吼叫着冲向来犯者，先是来一波远程石块攻击，然后蜂拥而上，利用犬齿去撕咬，非常凶猛。这种狒狒属于杂食性动物，它们的食性很广，主要还是以植物为主。有时它们也会猎杀野兔、羚羊，甚至是鸟类。在干旱的非洲地区，东非狒狒可以称得上是沙漠地区的求生专家。在一些干旱的沙漠区域，即便食物短缺，也丝毫影响不到东非狒狒。它们几乎会吃掉任何可以吃的食物，因此它们可以在各种极端的环境中寻找有营养的食物，可以使自己生存下去。在沙漠，它们会翻找昆虫、蠕虫、蜘蛛和蝎子等等一些小型无脊椎动物。在草原或者森林里，它们也可以吃树叶、草、树皮，甚至树根，食性很广。它们基本上很少会饿肚子。好，排名第3，臀尾狒狒。它是狒狒类中最大的一种，体长可达1米以上，体重最高60斤以上。这种狒狒主要也是生活在非洲南部，它们拥有32颗牙齿，雄性的犬齿较大，具有攻击性。在非洲经常会有一群臀尾狒狒闯入人类的活动范围，掀翻垃圾桶，闯入汽车和房屋，给人类造成严重破坏和威胁，有时候甚至会直接闯入人类的家里抢夺食物。这种猴群对人类来说非常危险，在当地人们经常通过射杀、毒害、电击甚至殴打碾压来驱赶臀尾狒狒。即便是这样，人们也无法将这种狒狒彻底铲除，因为在野外臀尾狒狒是不属于受威胁的动物物种。除了狮子、豹子和大型猛禽能够猎杀它们，几乎没有什么动物可以威胁到猴群。而狮子、豹子也并不是以猴子为主食，只是偶尔会捕杀。臀尾狒狒在野外几乎是肆无忌惮、无恶不作，人类在野外遇到它们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人类的小孩，千万不要忽略了臀尾狒狒的犬齿，它们的犬齿长达 3.8 厘米，有时候甚至可以伤害到豹子这种猛兽，更何况我们人类。远远要记住一点，它们会吃任何可以吃的食物。好，排名第2，鬼狒。鬼狒也叫黑面山魈，它们是非洲最为濒危的动物之一。由于非常稀缺，人们对它的了解还不太完善。鬼狒的体长70多厘米，雄性体重最大将近100斤，雄性与雌性的体型相差很大，雄性的体型是雌性的2倍。鬼狒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们的黑脸上有一个粉红色的下唇和白色的下巴，臀部是粉红色、淡紫色和蓝色组成的。这种颜色的动物其实很少见。与其他猴子不同的是，鬼狒属于一夫一妻制，最高寿命记录为46岁，寿命相对较长。它们仅分布在尼日利亚和科麦隆的热带雨林中，同样也是杂食性动物，结群生活，猴群大概是由20到50只组成。
领头的鬼魅往往都是力大勇猛、牙齿较长且尖锐的。这种猴子对各种敌害均具有威胁性，它们的攻击性、战斗力究竟如何，目前还未得到确切的数据。好，排名第一，山魈。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猴科灵长类动物，雄性平均体长75到95厘米，平均体重为40到70斤，最大可达120斤。这种猴子头大而长，脸部色彩鲜艳，脸上的特殊图案特别吓人，因此在古代它一直被当作神话传说里的独角鬼怪。其实山魈就是一种罕见的猴子，它们大多数都分布在刚果、尼日利亚和科麦隆，经常栖息在比较稠密的热带多岩石地带。山魈同样也是群居动物，不过它们的族群通常都比较强大，每个群落平均有600多只一起活动，最多的种群甚至超过了1300多只山魈在一起活动。它们非常聪明，拥有严厉的等级制度。成年山魈的性格非常暴躁、凶猛好斗，经常会与中型猛兽搏斗。体型较小的一些豹子是不敢轻易招惹成年山魈的，特别是山魈群的首领。领头的山魈勇猛好战，牙齿跟爪子都是非常尖锐且锋利的，而且臂力也非常惊人，是普通成年人类的3倍左右。一旦发起疯来，对各种敌害均具有威胁性，当然也包括我们人类。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你见过岩浆与海水碰面的景象吗？你知道火龙卷的杀伤力有多大吗？你知道吗？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有很多非常奇特的自然现象，大多数人比较熟悉的，比如说极光、月全食以及血月等等这些比较熟知的现象。但是除了这些，地球上其实还有很多种非常罕见的自然现象，从深海下的死亡冰柱到高空中的恐怖雷电，这些震撼的景象是绝大多数人一辈子可能都不能够亲眼看到的。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10种最罕见的自然景象，带各位领导一起参观一下这些震撼的景象。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10个，火龙卷。火龙卷也叫火旋风，这是一种由火引起的旋风，通常是由火焰或者燃烧的灰烬组成。这种火龙卷非常可怕，在漩涡的中间，温度最高可达1090度，这些火焰的高度从10米到50米不等，风速超过每小时200公里。这种火龙卷所到之处，寸草不生，有时候它甚至可以直接将一棵长达15米或者更高的树木连根拔起，杀伤力非常强悍。这种火旋风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发生在1923年的日本。在1923年的9月1号，日本关东地区发生了 7.9 级的强烈地震。这次地震引发了一场城市规模的大火风暴，进而在日本东京就产生了一场巨大的火旋风，在15分钟内就造成了多达3万多人死亡。之后在巴西、美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地都出现过不同程度的火旋风。后经观察，这种火旋风通常都发生在地震、火山爆发或者森林火灾等等一些大火情况下形成的。形成原因主要就是因为在以上那些现象发生的时候，由于这时候的高温热力使空气急剧上升，周围的空气便从4面8方趁虚而入，强烈的热量和涌动的旋风流吸入了大量燃烧的灰烬或者残骸，并与涌入的易燃气体形成符合，从而燃起了盘旋上升的火龙，场面相当震撼。好，第9个，卡塔通博闪电。这种现象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卡塔通博河和马拉开波湖的交汇处，在这里每小时就会发生多达280次的闪电，并且闪电形成的电弧可以达到5000米长，其强度高达40万安培，可视距离远至400千米。在这里一年365天，几乎有140到160个夜晚都会发生这种现象，频率相当的高。每当这种群体雷电发生的时候，时长都会维持16到40分钟不等，场面那将会相当震撼。据专家分析，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安第斯山脉雷云的碰撞所引起的，形成闪电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该地区沼泽地中的有机物分解所释放出的甲烷等电离气体堆积在云的上方所形成的闪电，因此闪电通常都是伴随着风暴的出现而出现。好，第8个，球状闪电。球状闪电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滚地雷，这种现象相信很多领导都听说过，但很少有人亲眼看到过。球状闪电通常在雷暴时发生，这是一种真实的物理现象，它十分明亮，形状非常接近圆球形，直径大约在15到40厘米不等。每次出现这种现象，时间通常都会很短，一般在短短几秒内就会消失，不过有时候也有持续1到2分钟的记录。这种闪电对我们人类来说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它可以随着气流起伏，悬浮在贴近地面的低空中，或者逆风移动。有时候这种闪电甚至会透过窗户进入到室内，非常危险。
这种闪电途经之地对人类来说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它们的温度非常高，足以把周围的树木烤焦。最危险的就是这种球状闪电在移动过程中碰到炸物的时候可能会发生爆炸，非常危险。更恐怖的是，至今为止人们仍没有研究出这种闪电的形成原因，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很低，人们想要深入研究的难度较大，所以它才会如此神秘。好，第7个，荧光海滩。荧光海滩也叫火星潮，这是一种生物发光的现象，多数都是由会发光的浮游生物形成的。在世界各地的一些海滩上，一到了晚上，海滩边的水中就会发出蓝色的光，景色非常震撼。然而这种光其实并不是海水发出来的，它们实际上是由水中的一种单细胞藻类或者海草引起的。在海水中有一种被称为夜光藻的单细胞生物，它的身体呈球形，直径为 0.2 到 2.0 毫米。这种生物介于动物和植物之间，繁衍的方式类似于藻类，但生活的习性又类似于原生动物，所以夜光藻也被称为夜光虫。这种单细胞生物每当受到刺激时就会发光，每当夜幕降临，船只只要划过浮有夜光藻的水面时，船桨就会翻起火星，船尾同时也会拖着长长的光带，当海浪撞击海岸时也会产生光芒，非常漂亮。但遗憾的是，这种漂亮的生物会给海里的动物带来致命的危害。一旦海滩出现这种蓝色的光，过几天之后，这里的鱼、虾以及贝类就会大量死亡，接着就是腐烂发臭。后来经过研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并不是这种夜光藻有毒，而是它们出现的时候太过密集，如果鱼类从中游过，就会被大量的夜光藻粘附于鱼鳃上，阻碍了鱼类呼吸，最终才导致鱼类窒息死亡的。这种发光生物虽然整体看上去很美，但实际上对于海洋来说，它是一种拥有巨大破坏力的生物，这对于海洋动物来说是有威胁的。好，第6个，乳状云。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气象奇观，这种云的外观看上去相当漂亮，但是除了漂亮，貌似还给我们带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压迫感。正如它的外表一样，这种云的出现往往都伴随着大型的风暴或者其他极端恶劣的天气。所谓极端恶劣的天气，是指可能包括冰雹、飓风甚至龙卷风在内的这种灾难性天气，非常可怕。后经过专家研究，这种云实际上就是在普通积雨云下方形成的乳状型积雨云。每当下沉气流中温度较冷的空气与上升气流中温度较暖的空气相遇时，就会形成这种乳状云。不过每次这种乳状云的出现时间并不会维持太久，通常只能维持大约15分钟左右就会消失。总之这种云的出现是非常可怕的。好，第5个，死亡冰柱。这种现象之所以被称为死亡冰柱，是因为这种冰柱的所到之处几乎能够杀死绝大多数的动物，非常可怕。死亡冰柱其实是一种海水结冰的现象，这种现象通常都发生在南极或者北极海里这种极端低温的环境下。每当海面的温度降低到一定程度后，海水开始结冰时，海水里面的盐分会被吸出，也就是盐分从水中分离出来，以结晶的状态出现，这样会导致冰块周围的海水盐度增加。盐度增加后，这些盐度高的海水冰点会很低，密度也会更大，在冰块中周围温度降到普通海水的冰点以下时，仍不会结冰，但又因为密度大的关系不断下沉，从而使下方的海水温度降到冰点以下，从而凝固，也就是结冰。这一过程不断发生，就会形成这种快速向下延伸的冰柱。在这个过程中，一旦有动物靠近正在蔓延的冰柱，就会直接被冻死，相当可怕。第4个，牵牛花云。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气象现象，在世界各地出现的次数相当稀少，只有在澳大利亚的北部卡本塔利亚湾的南部是目前人类已知唯一可以定期观测到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这种云会定期出现，每年的9月下旬至11月上旬的黎明，如果条件合适，在这段时间里，如果身处卡本塔利亚湾，是有可能亲眼目睹这种震撼的景象的。这种云的高度可达1到2公里，并且它距离地面的高度通常也只有100到200米。云通常以每秒10到20米的速度移动，这种云的出现与乳状云差不多，往往也会伴随着突如其来的狂风。还有就是这种牵牛花云的形成原因，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因为这种云的稀有性意味着它在降雨或者气候方面的意义并不大，也就是说它出现的情况非常少，对气候影响不太大，所以人们并没有去系统的深入研究这种云的成因。好，第3个，血雨。你见过血红色的雨水吗？2001年7月25日，印度卡拉拉邦的上空突然下起了血红色的雨。这种景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即便是做梦也不容易梦到，然而在这里却真真切切的发生过。其实这种现象在很久之前就发生过，在我们国家西汉时期就有记载过血雨的出现。在以前，人们认为这种从天而降的血雨是不祥的征兆，在17世纪以前，人们认为这种雨就是血。之后随着科学的发展，有人认为这种现象是由风把附近的血红色矿物质尘埃卷入高空，然后随着雨水落下来的。但是在2001年印度卡拉拉邦的血雨整整下了将近2个月，如果是红色矿物质尘埃的话，应该早就被冲洗干净了。
所以说以上的那个猜测可能并不正确。之后陆陆续续也有很多学者猜测这种现象都是由一种贴近血红色的尘埃飞在空中，然后与雨点相混合一起落下来的缘故。不过以上那些都只是猜测，并没有得到权威性的认可。至今为止，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是雨水是由悬浮在空中的红尘或者微生物的存在引起的，替代解释包括太阳黑子和极光。总之最终的结论就是雪雨这种现象至今为止仍是个未解之谜。第二个，水龙卷。水龙卷就是我们俗称的龙吸水，许多人都听说过龙吸水，但亲眼看到这种景象的人却寥寥无几。水龙卷其实是一种偶尔出现在温暖水面上空的龙卷风，这种龙卷风的上端连接着雷雨云，下端则直接延伸到水面，一边旋转一边移动，内部旋转的风速可以超过每小时200公里，快速的旋转则会形成一种涡旋，受到龙卷中心气压极度减小的吸引，地面的水就会被吸入涡旋的底部，从而变成绕轴心向上的涡流。这种水龙卷其实与陆地上的龙卷风差不多，陆地龙卷风可以将地面的一些物体直接吸进去，水中的龙卷风也可以将水吸进去，其实性质差不多。再有就是水龙卷与陆地龙卷风不同的地方在于，水龙卷的直径往往都没有陆地龙卷风大，但是水龙卷的强度较大，维持的时间也比陆龙卷要长，而且这种现象在海上往往是集群出现，有时候能多达7个一起出现，场面相当震撼。这种现象其实并没有以上的那些罕见，据不完全统计，在全世界每年发生的水龙卷有近1000个，经常出海的人有可能会看到，但这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许多人一辈子可能都没机会遇到一次，相当壮观。好，第一个，新岛。这里指的新岛并不是指某一个新岛屿或者一个岛屿的名称，而是由海底火山喷发在海面上形成的岛屿。这种现象往往都是由海底火山喷发向外喷出岩浆，从而形成熔岩层，最终突破水面。当火山的顶部出现在水面上之时，就会形成一个岛屿。然而这种自然现象形成的岛屿并不能称之为岛屿，确切点说应该称之为海山。海山通常都是由突然上升的死火山形成的，在全世界类似于这种海底火山也有2万多座，但是在太平洋就有1半以上。这些海底火山中，有的已经衰老死亡，有的正处在年轻活跃的时期，也有的正在休眠，也就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东山再起，重新喷发。这种海底火山通常并不会露出海面，只有极少数会露出海面。像美国的夏威夷岛就是海底火山的功劳，它拥有1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上面现在的居民也达到了10万多人。至今为止，夏威夷岛上还留有5个盾状火山。除了这里，其实世界上还有很多经过海底火山喷发形成的小型岛屿。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走南闯北的天津大麻花，再加上专砸房屋的房屋补漏，在网上被称为中国3大神秘组织。从不停车的天津大麻花究竟靠什么盈利？新疆切糕商贩背后别的那把刀到底是什么目的？走街串巷的房屋补漏的手段有多黑？今天黑土就带各位领导走进这些行业的背后，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真相。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先来说一说第一个，天津大麻花。神秘的不是麻花，而是装载着满满一车麻花的车。这种车经常会出现在全国各地，几乎从不停下。车上写着亮眼的几个大字：天津大麻花招手即停。不过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行驶，很少有人看到他们停在哪个热闹繁华的街头做生意，这就不由得让人怀疑，一辆外地牌照的车拉满满的一车麻花，走街串巷的跑，甚至到一些偏远的农村去，究竟是什么目的？如果单纯的只是为了卖麻花，那就算一车全部卖出去挣的钱，抛开路上的高速费、吃住、油费，加起来还能剩多少利润？这就不得不让人对这个行业产生各种负面的猜想。这种车的各种特征给人的感觉非常不踏实，特别是车上的玻璃膜，从外面是一点都看不到车里是什么情况的，特别的神秘。还有就是它这种车后一堆麻花的底下有一个夹层，再加上他们的行踪不定，从不会在一个地方久留。很多人猜测这种车就是拐卖儿童的，车后的夹层就是藏小孩的。但是关于麻花车偷小孩这个事情一直都只是个传言，并没有任何的权威媒体对此进行过报道。不过我也相信他们不会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如果真的是拐卖儿童的，相信我们的警察同志早就不会让这种车再出现了。那么问题来了，没干坏事，拉这么满满一车麻花，这么走南闯北的干什么去？自驾游吗？肯定不是。还有人猜测他们可能是间谍，走街串巷就是为了搞清楚各个城市的道路情况。关于他们的传言还有很多。天津大麻花引来这么多嫌疑的，不外乎就一点：盈利。
大家都认为他们不赚钱，再加上是外地车，只拉一车的麻花跑那么远，肯定赚不了多少钱。不是为了赚钱，那肯定就是心怀叵测，在干坏事。只是借助天津大麻花做个掩饰的身份而已，这就不由得让人对这种车产生疑心了。其实很多人都猜错了，这种车不但赚钱，而且是特别的赚钱。你敢相信吗？他们是中国的高收入人群，这满满一车的麻花卖完，据说他们可以盈利3万多块钱。3万呢？你敢相信吗？就这么一车盈利3万。他们的销售方式其实类似于新疆切糕，但是又不太一样。对了，在这里说明一下，路上跑的这种天津大麻花的车其实不是天津的，他们只不过是打着天津大麻花的名号来进行售卖。其实这种麻花的产地是安徽阜阳的黄坝乡，那里整个乡镇几乎都是做天津大麻花生意的，大部分都是各家各户都有那种小作坊，制作手法难度不高，很多人都可以做。行驶在路上的这种车几乎都是黄坝乡的人。那么他们究竟是用什么手段可以让一车成本低廉的麻花获得那么高的利润的？其实总结起来就5个字：一锤子买卖，坑到一个是一个。我们都知道一锤子买卖不能做，但是黄坝乡的村民领悟到了精髓，可以说是掌握了一锤子买卖的秘诀。中国这么大，人口10几个亿，有那么1/10的人上当就赚翻了，加上他们的销售方式是流动性的，根本不用担心会影响到店面的名声，真的做到了来无影去无踪，坑完你都找不到人的那种境界。这种大麻花表面上看起来特别的诱人，但从外表看特别的有食欲，再加上外箱上的那几个大字香脆可口，很容易就可以勾起人的购买欲。很多人的想法就是买一点尝一尝，但是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这种麻花看似普通，但到你真接触过之后就知道这家伙有多吓人了。你买的时候老板会跟你模糊不清的描述一下价格，老板可能会跟你说6、7块，你听到的可能就是6、7块钱1斤，但等买完结账的时候你就会当场傻眼。这个时候老板就会清清楚楚地告诉你是6、7块钱1两，并不是6、7块钱1斤，1斤也就是60、70块钱。这还不算，更坑人的就是这种麻花特别的有分量，你随便切一小块就高达上百元。这是由于他们在做这种食品的时候加入了大量的糖，照着重油重糖的宗旨来给麻花增重。大量的糖另一方面也会对麻花起到防腐的作用，糖的分量比面粉要重得多，导致一根麻花的重量要高达好几斤，而且都是粘在一起的，一般的个头都很大。没有路虎的人一般是没有实力去买一整根的，一般人买的时候都会选择切一半，只要这一刀下去给你切开了，你不想要都不行。他们会以切开、碎掉的没人要或者不好保留各种借口来阻止顾客退货。很多年轻人或者小女生出于面子问题，再加上麻花商贩不给退货的态度强硬，很多人明知道上当，也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在大街上也就选择放弃与小贩争执。人家的销售手段打的就是心理战，利用人的好奇心，再加上现在的人普遍都怀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你说中国这么多人，人家何时才能坑得完？他们每回拉满一车就开始全国游，大概1个月就可以卖完，坑完一遍又一遍，一车能赚2、3万。据相关统计，这个麻花的产地黄坝乡，全乡都加起来才3000多人口，但是卖麻花一年创下来的效益就超过4000多万。你品，你细品。第二个，新疆切糕。说这个之前，咱就不详细的去介绍切糕到底是什么东西了。相信切糕的名誉在我们国家还是很出名的。切糕实际上跟上面的天津大麻花差不多，都是看起来特别的有食欲，里面有核桃仁、葡萄干、芝麻，看起来很是诱人。至于为什么定价这么高，这个咱也不太清楚，反正该赔的都赔给人家了。其实切糕的正常价格也不便宜，主要就是它的配料特别的厚实。其实切糕是新疆维吾尔族特别有名的小吃，它的价格也不是天生就那么贵，只不过早些年让一些少数的切糕党把名声给败坏了。切糕也是有很多的糖给粘在一起的，分量也挺重，一般都是一大块粘在一起，卖的时候需要一刀一刀的切开才可以进行交易。这时候商贩手里的那把切糕的长刀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切糕特别的压秤，一小块就将近1斤，1斤的价格也不菲。有的人第一次买不知道分量，切多了之后想退货，如果是碰到那种奸商，他们也会以切开碎块不好卖的理由阻止顾客退货。在早些年，还有一些少数的商贩在跟顾客发生争执的时候，手里的长刀就会在你面前比比划划。你说这玩意儿谁看了谁不害怕？万一商贩的情绪一激动，后果不堪设想。很多人冲着老板手里的那把长刀
高低也要给几分薄面。再加上2012年发生的天价切糕案，新疆切糕的名声从此就败了下来。这种事情其实严重影响到了新疆人的生意跟名声，个别的奸商导致很多良心的商家生意都变得惨淡。其实大多数的新疆切糕还是很地道实惠的，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可怕。至于切糕党这个神秘组织，由于关乎到民族团结的问题，具体的黑土在这里不方便给大家说的太详细，只能点到为止，还望各位领导理解。第三个，穿街走巷的防水补漏。在一些3、4、5线城市，经常会在天桥下或者其他一些建材市场的周边，总会看到一些专业防水补漏的面包车，上面会印着专业防水20年等字样。很多人的房子时间久了，难免会有裂缝漏水的现象，这时脑海里便会浮现出在某个天桥下曾经看到过的防水补漏。他们看起来不像正规的公司，很多人就会觉得价格肯定不会太贵，修补一些小面积的漏水问题，就会有很多人去找他们。这帮人最擅长的就是忽悠，进入到你的房屋之后，会用一些专业的话术来指出你房屋里面的缺陷，哪里需要修补了，或者是哪里最多还能撑多少时间就会损坏出问题，等等一些让你担心住宅安全的话。当你问他们修补需要多少钱的时候，他们绝不会给你说出一个确切的价格，通常都是含糊过去，让你感觉价格并不会很高。他们一般会说修补完之后，按照实际用料再进行结算。这个实际用料其实就是一大坑。当你答应之后，他们会拿出一大桶一大桶所谓的胶水来对房屋进行修补，这些胶水根本没有任何标签。等修补完之后，他们报出的价格会很高，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胶水都已经使用到了房屋上，也没有办法退还，很多顾客也只能乖乖的把钱给他们。这还不算，很多顾客修补过后没几天，房屋该漏水还漏水，根本没有效果。如果说价格高一点也就算了，但是高价修补的房屋居然没有效果，那典型的就是行骗了。类似这种骗子其实有很多，他们都穿插在正经的房屋补漏的人群中。有些房屋补漏确确实实是做生意的，但是总有一些人打着他们的旗号去进行行骗。这帮人也是属于流动性的，一般接到一单活之后，干完就会换一个地方，而他们车上的电话号码一般事后你是打不通的。总结起来看，其实不单单是这3个行业，有太多的行业原本是踏踏实实做事的，但是总会有一些心怀叵测的人去挣昧良心的钱。人在做，天在看，通过不正当手段得来的利益，一定会通过不正当的方式花出去。做人还是要本本分分。好了，看完这期视频，如果感觉很不错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谢谢。